市值一度超过丹麦全国 GDP 的诺和诺德，股价在7月底暴跌30%，这是这家百年药企巨头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而就在1年前，它的市值还曾突破6000亿欧元，登顶欧洲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这次暴跌的导火索是它刚刚下调的全年指引。公司一口气大幅下调了全年销售和利润预期，销售增长从原本预估的13%到21%，直接降到了8%到14%，营业利润增长也从16%到24%，降到了10%到16%，这几乎相当于腰斩。而在这份令人失望的指引背后，只有2个字：竞争。大家好，我是一文，欢迎来到硅谷101，记得订阅我们的账号，追踪你不能错过的国际科技与商业趋势。一方面，在美国，所谓复方药房制造的非官方仿制药正在持续抢占减肥药的市场份额，而另一方面诺和诺德在老对手礼来面前也是节节败退。礼来去年推出的双靶点药物替尔博泰与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相比，减肥效果呢在临床上表现更优，于是医生更青睐礼来的产品，而新患者几乎都被分流了过去。但真正让投资人恐慌的是诺和诺德这个原本的赢家似乎已经没有后招了。其实从现在回头看，这次崩盘并不是毫无预警。过去1年，诺和诺德已经蒸发了几百亿市值，他押注的第2代新药 CagriSema 并没有达到市场期待的减重效果，同时呢，它也在与礼来的竞争当中不断丢分。2024年，诺和诺德凭借先发者优势，让 Wegovy 和 Ozempic 2款药物席卷了全球市场，亲手缔造了减肥药这个市场。Craze that's sweeping the nation, Ozempic and its competitors known as the GLP-1s skyrocketed in popularity this year. 分析师估计呢，减肥药的年均销售额可能高达1500亿。但现在华尔街开始意识到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减肥药需求的增长，并不代表诺和诺德的产品就能一统天下。在减肥药这个拥挤的市场里，诺和诺德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竞争？而这个昔日的王者又究竟是下错了哪一步棋呢？其实在我们硅谷101播客今年4月录制的一期节目里面，就已经详细的讲到了这场减肥药混战是如何进入下半场的。那么在这期视频里面呢，我们就将结合这份重磅财报继续来讲这个故事。那我们先来简单讲讲减肥药的技术底层。其实现在最火的这类减肥药呢，核心原理都和一个激素有关， GLP-1。GLP-1 是一种肠道激素，人体会在我们进食之后主动分泌，主要负责降低血糖和控制食欲。最开始呢，它被用于治疗糖尿病，但第1代 GLP-1 药物半衰期很短，也就是说在体内待的时间不长，需要1天打好几针。于是科学家开始调整分子结构，做出了第2代产品，每周打1针的长效 GLP-1， 但这款药还是没能突破减肥效果。真正把减肥药打进主流视野的是第3代，也就是现在最有名的司美格鲁肽。它不仅只需要1周打1针还能让人1年瘦15%到20%，等于直接打开了神药级市场的大门。那诺和的 Ozempic 和 Wegovy 呢，也成为了最先被美国 FDA 批准的减肥药。所以2大公司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诺和和礼来，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双雄争霸了100年。他们2家呢，都在第2代的糖尿病药，就是长效 GLP-1 上已经双雄争霸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时候诺和呢，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推出了第1个第3代的 GLP-1 高效强效版本的长效 GLP-1， 这就是第1代的减肥药。但是礼来很快就跟上了诺和的步伐。礼来发现呢，可以将 GLP-1 和另一个叫做 GIP 的多肽相结合，产生更明显的减重效果，并且有更好的耐受性。而这些药物呢，就是基于双靶点药替尔博泰的 Mounjaro 和 Zepbound。除了效果更好以外礼来在商业化的速度上也远比诺和更激进。数据显示礼来的 Mounjaro 每周处方量已经超过了 62.2 万张，而诺和诺德的 Ozempic 为 60.7 万张。与此同时呢 Zepbound 的处方量也已经超过了 Wegovy。而且就在几天前，礼来扔下一枚重磅炸弹。礼来的 Mounjaro 在与前1代药物 Trulicity 直接头对头的3期实验中，在降低严重心血管不良反应事件风险方面的能力比 Trulicity 高出8%。这不仅是达到了2者获益可比的统计终点而且数值上更优于 Trulicity。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礼来的股价呢也由于新入局的竞争对手一度低迷，市场对于礼来却更有信心。 Yeah, they're losing share to Lilly. And every, like even we talked to a doctor here in the UK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He's completely stopped using Wegovy and gives all of his patients, it's still branded as Mounjaro outside the US, but like he has every single patient for weight loss on the Lilly drug and not the Novo drug. 2025年的减肥药市场已经不再是诺和和礼来双雄争霸的时代。那么在司美格鲁肽被证明不及替尔博肽有效之后呢，市场也开始对通过其他机制达到减重效果的药物产生了兴趣。其中的一项机制就是 Amylin。今年3月，罗氏与丹麦公司 Zealand 达成一项高达53亿美元的合作，将共同开发和推广一款 Amylin 类似物。它通过激活 Amylin 受体加强饱腹感。与现有的 GLP-1 药物机制不同早期临床数据显示，这款药物副作用更轻，而且能在减肥的同时保留肌肉。其实药企在开发这些药的时候呢，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激素可以在抑制食欲等一系列机制当中起作用。于是药企的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最终开发的产品远不止我们刚才提到的 GLP-1、GIP 和 Amylin 这几种技术。那像这个 Amylin 呢，也是有药企发现我如果是换了一个激素，其实它也可以有比较好的减肥效果。那同样药企也在试验 GLP-1 和 glucagon， 甚至可能还有3个打点的机制，甚至可能还有更多机制的联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因为药企它不知道具体的这一些药物研发中实验出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它基本就是说我发现这些东西可能都有用，那我就做一些排列组合，最后试出来哪一个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王炸产品，但是我们单从机制上可能也是很难提前预判的。就是药企它不是只做 GLP-1 和 GIP 和 Amylin， 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激素嘛，像 Boehringer Ingelheim 这个叫 BI 这一家公司，他们其实就在做的是 GLP-1 和 glucagon 联用的机制，包括像中国的信达，其实他们也是在做 GLP-1 加 glucagon 联用。礼来呢，它其实也有做3把点 GLP-1 加 GIP 加 glucagon。这个市场它远远不是只有这么几个巨头只是做这3个激素。从我们4月录制播客到现在呢，减肥药市场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但多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进展。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各家药企都在竞争更长效的减肥药，而最近呢，在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一匹黑马，美股上市公司 Metsera。 目前诺和和礼来的 Wegovy 和 Zepbound 都是需要1周打针1次，但 Metsera 却通过特殊的化学修饰技术，把新药做成了1个月注射1次。那早期的数据证明呢，这款药可以达到在36天内减重 8.4% 的成果，这也让 Metsera 在短时间内受到了相当高的关注，目前的估值为42亿。另外中国药企在减肥药市场上也在持续发力。就在几天前 Madrigal Pharma 和中国石药集团达成协议，可以在中国以外开发及商业化后者研发的口服 GLP-1 产品。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市场当中还有一类公司也对诺和诺德这样的巨头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复方药房 Compounding Pharmacy。 因为司美格鲁肽和替尔博肽呢都是专利药，那在专利保护期间，仿制药按道理是不能上市销售的。但是 FDA 的法规呢有一个缺口，如果你这个药产能受限，供不应求，那这个时候呢，药房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它自己的渠道去买原料药，就是同样的活性成分的化学药品呢，可以通过自己的配置放到针管里卖给患者。这就是所谓的 Compounding Pharmacy 复方药房。因为司美格鲁肽和替尔博肽长期以来一直在 FDA 的产品短缺的药物名单上，所以 Compounding Pharmacy 其实一直大行渠道，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但去年呢，许多市场分析认为它可能已经占据了整个减肥药市场的5%到20%左右的这个量，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量。这其中的龙头之一呢，就是 Hims & Hers， 相信也是关注美股的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今年4月，诺和诺德原本和 Hims & Hers 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计划通过后者长期推广自家的减肥药 Wegovy， 试图收回被仿制版抢走的市场份额。但这个合作很快就翻车了，短短几周内2家公司就开始公开互撕。诺和指责 Hims & Hers 虚假宣传，偷偷卖山寨版 Wegovy， 而 Hims & Hers 则回怼称诺和想用合作协议逼他们强推品牌药，放弃便宜的复方版本。虽然 FDA 允许在药品短缺期间出售复方药，但 Wegovy 的短缺早已结束， Hims & Hers 却依然在卖。这场合作最终在6月份正式破裂，也直接成为诺和下调全年营收预期、股价暴跌的导火索之一。
那我们刚才多次提到 Wegovy 短缺这件事情啊，但是药物短缺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其实和诺和诺德到底哪里走错了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回到2021年 Wegovy 上市前夕，诺和其实低估了市场的热情。当时呢，他参考的是第二代减肥药 Saxenda 的销量，医生不太看好，保险也不报销，所以他们为 Wegovy 规划的产量很保守，只打算用部分自建工厂加上外包产能来生产。但上市后短短5周 ，Wegovy 的处方量就超过了 Saxenda 5年才达到的水平。时任 CEO Lars Frigard Jorgensen 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以为只是被压抑的需求释放出来了，之后就会回归正常。但现实是这个需求根本停不下来。于是诺和不得不做出一个药企最不愿意做的选择：限量供货。销售代表呢，甚至被要求去劝医生不要给新病人开药，就是为了保证老病人的供应。他们还停止发放了新用户需要的低剂量起始装。而正是这波严重的供应短缺，为竞争对手打开了缺口。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复方药房呢，趁机推出了半合法的仿制版本，用更低的价格抢走了 Wegovy 的客户。远程医疗平台也开始大规模推广这些版本。与此同时李来抓住窗口期迅速追赶。虽然李来也经历了产能紧张，但它的恢复速度明显比诺和更快。诺和呢，眼睁睁地看着市场被瓜分，却一时无力反应。从产能规划失误到反应速度迟缓，诺和诺德就这样错失了自己的领先地位。而现在它还面临着专利到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在那之后，仿制药和其他机制的药物才会更加猛烈地卖起来。那么到时候市场的竞争格局可能会比现在还要激烈。那其实最快的专利到期就是在中国，中国在2-3年后就会到期。所以中国会是全世界第一个司美格鲁肽可能有仿制药的市场，很多业内人士也在观察这个市场会怎么演化。因为原研药它毕竟比较贵，司美格鲁肽在中国1个月大概1000人民币上下，那仿制药它可能可以打到小几百甚至100-200，如果产能跟上来的话，这会不会让更多的患者愿意用这个药，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从药厂的角度呢，它的策略就是进一步的去切这个细分市场，用各种各样新的下一代机制来把各种各样的次生需求发掘出来。这其中的法律和政治博弈会非常复杂。而面对这样的困局诺和的投资人也做出了一个大胆换帅的举动。诺和基金会呢，要求前 CEO 离开公司，并选择了 Maziar Mike Dosta 接任 CEO， 成为公司历史上第一位非丹麦籍掌门人。Dosta 呢，从90年代就在奥地利做办公室文员入职诺和，一路在公司内部晋升，曾负责中东、东欧和东南亚市场，在全球业务经验上资历丰富。但问题是他从未负责过美国市场，而这里正是诺和诺德竞争最激烈、危机也最深的主战场。那么未来 Dostar 能否带领诺和诺德走出供应短缺、复方药挑战以及历来反超的多重危机呢？资本市场还在观望。感谢大家收看这期101 Weekly， 我是一文，别忘了关注我们硅谷101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